线定位到了。喂，罗队，我们定位成功了，信号源不在你那边，在临江路，具体位置马上发过去。机制那边传过来定位信号，距离我们还有不到2公里了。不是你说他们来江边干什么呀？前面都是荒滩，躲都没地方躲。是不是定位位置不太精确呀？你留我个电话，对，这样咱俩有什么事随时可以方便联系啊。我记临江路这片有一个叫什么江景苑的烂尾楼，他们会不会藏在那儿？要不咱过去看看？江景苑，江景苑离定位差着1公里呢，这不可能信号差这么多吧？哎，这手表能打电话吗？能吧？他们做反向定位的时候，把设备信息破解了，里面确实是有通讯功能，而且他那块手表装了 SIM 卡。啊，号码他们发给过我。发给我。你要给庄文杰打电话？对，发给我。这不是打草惊蛇暴露咱能定位到他吗？他得跑了。罗队，你不能再相信那小子了。你们自己看。您是觉得他开机是为了打算联系你？万一这又是他故布疑阵呢？对呀，而且他还故意把手机丢在货车上误导咱们，不像是想和咱们警方合作的样子。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信息删了？他也不可能说知道这个手机现在在我这儿吧？如果想躲我们警方，你离开京城不就完了吗？你干嘛去一个说除了江滩就是一个烂尾楼的荒地方？如果说这个手机不是庄文杰故意扔的，那会不会是有可能就有人不想让我们找到庄文杰？您是担心有人想害他？所以我要确定他的情况，就这么定了。出问题我负责。庄文杰，你在哪儿？庄文杰，说话。庄文杰，如果你现在遇到危险，听我说，先不要慌。我们已经追踪了你的手表定位，我们现在在临江路。临江路。虽然手表的信息可能会有误差，但是位置应该大体不错。告诉我你现在面临什么情况？有可能根本就不是庄文杰接的电话，你这样就暴露我们行动了。困。水，进水，进水。水边，找水边，找水边，快快快！
耗子，你往那边找，你们俩往那边看。好。擦擦吧。3分30秒，不错啊。你记住啊，人的潜力是无限的，一定要忘记恐惧，只要坚持，就可以做到，知道吗？在这儿呢，在这儿。罗队，罗队。平躺，平躺，脑袋，脑袋。庄姐，来，把人放平。啊！文杰，哎，120吗？这边有人溺水了，地点就在临江路石院桥边上，就在江边，快点，快点！文杰，文杰。终于让我袭击成功了！哎，你小子有放松警惕的事情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想要彻底摆脱黑暗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，让自己站到有光的一边。哟，醒了？哎，别动，我去叫医生。等等，我要见罗队。现在就是2拨人，一波是先生和他的手下从这个酒店逃出去了，还有一波钟表店老板许正清下落不明。啊，耗子，许正清这条线是我盯的，他不是青城本地人，99年有从事文物造假和非法交易的案底，被短暂拘留过，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犯罪记录了。另外，从他的钟表店，我们发现了一间密室。从密室里，我们搜出了大量的伪造身份的证件，以及通讯设备。
最重要的是，2张中亚小国的护照，当然用的都不是本名。所以我担心他还有这样的证件，能够避开我们海关对他的封锁，轻松出境。许正清应该就是利用庄文杰从先生那儿接走了洛神，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庄文杰又为什么这么信任他，对吧？罗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让你照顾庄文杰吗？人醒了，现在人在审讯室。庄文杰，你现在是作为我们本案重要嫌疑人，要接受我们的询问，明白吗？罗队，你能不能先派几个人去找进宝寨的老板戴梦德？原因？我跟许正清进入拍卖会现场的身份，就是他安排的。都听见了吗？去吧。好，现在我开始问你，你跟许正清到底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父亲的师兄。那就是你跟许正清一起策划了从先生的手里反投洛神的这个行动，是吗？是。为什么？这个许正清跟我说，12年前是先生害死了我父亲。先生想要洛神，如果我拿到洛神，就能够引他上钩，让他落网。既然就是为了抓先生，为什么不把洛神交给我们情报？许正清说，洛神上边有我父亲留下来的信息，如果交给警方，就可能暴露我爸的行踪。所以你就不惜以身试法，所以你就不管不顾，不怕冒险。你说白了，不就是不信任我们警方，不就是不信任我吗？我跟没跟你说过，你父亲已经死了。不争气。好，那么说，既然已经拿到了洛神，许正清还号称说是你父亲的师兄，怎么就能这么害你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有一个猜想，需要回到现场确认一下。先不用回现场。案发以后，我去了现场，我拿到了监控视频，我也有些疑问，关于先生的行动，你自己看看。针对这些匿名的卖家，我们先会视频验货，打一部分的钱到他的账户，然后让他拿着这个拍品放在他指定的位置。接着我们会派人将东西取出，再次鉴定真伪。如果是真货呢，自然是等我们卖了提取佣金，再给卖家打款。如果是赝品，那佣金我们就得向介绍这名卖家的会员来追索。洛神的卖家姜太公，他是哪名会员介绍的？他好像不是通过会员介绍的，而是直接跟我们联系的。姜太公和你们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会继续查。你现在回答我另一个问题：你们不是去他指定的地方取走的洛神吗？那个地方在哪儿？这是你吧？进大堂了，还专门换衣服，什么意思？我去追先生，定位显示他已经到大堂了，我怕时间来不及去盯他。怕时间来不及。是，
你认为先生他要跟主办方抢时间？人家已经包下了整整1层楼了，又是装修又是装潢的，他应该争分夺秒是吗？你看他这个样子像争分夺秒吗？来，你自己看，来倒回来看，来看，看，你看他着急吗？你看他像不像是在这故意消磨时光？他在这故意在等什么人？你不是傻子，庄文杰，你再看，来看看这儿啊，你看他看手机上的时间。怎么就那么巧？看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也是正好从地库上来。你不觉得他好像是看到了什么信息，然后他才摁了上升键，掐准了时间，等着你碰面？有没有可能？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上电梯的时间啊！唯一知道我上电梯的，许正清。警官，我们这个老旧社区为了方便居民才设的快递柜，谁也没想到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啊！苏队联系到快递公司了，他们已经把租用信息发给我们了。但是由于监控存储服务器系统故障，升级以后原资料格式化，监控画面没有办法找到。这附近还有监控探头吗？我们这是个老旧社区，没有安装监控。不过那个路口倒是有2个摄像头。带我们去看看。来，警官这边。12、13层，我都走遍了，走廊还真是一模一样。你说过，说先生之所以拍下了第1样藏品，其实就是为了确认金库的位置。这件事情，我也是后来才觉得不对劲的。他们在第1次进完金库之后，就被暗流的人带到高速路口了。不到10分钟，他们就往酒店方向折返。这个时间，根本就来不及做什么周密的计划。他们肯定一开始就知道金库的位置还有布置，根本就不是当天临时做的应对。那我问你，你还觉得他拍下第1件藏品有什么意义吗？刘队，咱们的人在金宝镇没找到戴蒙德，整个公司都搬空了。物业说他交了半年房租，还有2个月才到期。他们也打电话联系过，戴蒙德欠费停机找不着了。看来他也是许正清的同伙。列为重大嫌疑，发通告通缉。好。你说的戴蒙德，人去楼空。你觉得他铺了这么大一个局，就为了跟你见个面再撒个谎？嗯？罗队，我有一个荒诞的猜想。许正清会不会跟先生是一伙的？他们就是故意给我制造条件，好让我知道先生的全部计划。我们这儿的监控啊，它就能存1个月。你要是再晚来几天啊，这个录像就不可能给你调出来了。哎，好了，暂停一下，往回倒一点。停。左上角那影像给我全屏放大。如果他们是一伙的，目标就是洛神，那为什么非要做这么大一个局把你搅进来？这事儿直接让先生自己执行计划不就完了吗？如果他们要的不只是洛神呢？
啊？好。怎么？洛神的接班人姜太公，我们查到了。先生。先生，既然洛神在他手里，还偷他干嘛？12年前，洛神，你爸爸偷出来，然后这幅画就是出现在先生时。你看一下这段视频，看。老队，你这视频从哪儿来的？12年前，有一个人匿名给了我们警方一张纸条。12年后，我找着这张纸条了，很不清楚。但是我慢慢看清楚上面写的字之后，我一步一步的查，一步一步的找，最后找到了这个视频。这个视频的时间是12年前，也就是2007年，洛神案发前3天的视频。你应该已经看出来了，你父亲在里面，侧面能看到脸的，虽然有点模糊，那个人基本可以肯定就是丁生活。但是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背对着监控探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。当时餐厅的老板回忆说，这个人那一天跟你的父亲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一个冲突，所以他印象特别深刻。你说过，你说你父亲是被丁生火逼着去偷的洛神，但是现在我怀疑不是，我怀疑逼着你父亲偷洛神的人就是这个背对着监控探头的这个人，甚至洛神没有跟着你爸爸一起沉江，而是就在这个人的手上。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？结合苏英队长他们那边查的资料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先生。他手里面好像什么东西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就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了。徐正清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好几次看到他会下意识做这个动作。可是我们知道的先生，是你在电梯口遇到的人呢。我发现，丁生火背后的确有一个大的犯罪团伙，这个团伙的头就叫先生。只有当年案件的当事人才能知道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洛神土场藏着秘密，这个秘密意义重大，而且跟庄家有关。我听说这个先生伤了一条腿，后来他一直拄了一个拐杖。我也觉得他像传说中的先生。不过现在可以放心了，不管是警方还是先生，都不会发现这图上的秘密了。我明白了，是他一直在误导我。徐正清。
真正的先生。行，干得好，有点钱你就走吧，别的不用管了啊。好嘞。我把那个冒牌货呀，扔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山村里了，警察累死也找不着。你怎么又拿出来看呢？就是喜欢是吧？这画我知道，要遇到一个懂行的外国买家，能卖个好价钱，但也不至于你花这么多心血布这么大一个局吧？这画不值，但这画背后的秘密值。虽然丁生火、红姐给我惹了那么多麻烦，但是我运气好，见招拆招，终于从庄文杰那儿套出了画里的秘密。怎么样你？哦，我已经没事了。徐正清那边呢？放心吧，已经发了通缉令了，咱不能让他跑了。罗队，我想明白了，许正清想要的根本就不是洛神，而是洛神背后的秘密，而且他有可能已经拿到了，所以才要杀我灭口。你觉得是什么秘密？我只知道这个秘密藏在洛神图上的一处棋盘上，但是具体的我还没有弄清楚。那背后什么秘密啊？跟庄文杰那小孩什么关系啊？这话说起来就长了，得从我师父临死前的那天晚上说起。我师父单独把他儿子庄耀柏叫进了房间。我猜，一定是什么法不传六耳的技法。要告诉他，我就留了个心眼儿，接近偷听。你猜我听到了什么？洛神图上记载了一半南迁文物的信息。许正清之前骗我说，洛神图上有我父亲留下来的信息。我拿到洛神图之后呢，确实发现了一些隐藏的记号。其实画一直在他手里，寄卖的人是他，设计偷的也是他。许正清就是用这种方式，想从我这儿套出洛神背后的秘密。这是什么？现在想起来，应该是许正清故意让我发现的。我师父他爹，我师父他儿子，庄家所有的人，都是伪君子。可那个庄鹤亭不是把洛神图捐献给国家了吗？这就是他狡猾的地方了，他必须捐，他没得选。因为文物南迁是有记载的，可是有不少人知道庄鹤亭参与了这事儿啊。你再想想，庄鹤亭虽然把画捐了，但是没说画里的秘密啊。这就证明，他就是想把秘密传给庄家人，事后呢独吞。最可恨的是庄耀柏。12年前，我让他去偷洛神，我就是想知道洛神背后的秘密。可他倒好，拿到洛神之后，立刻做了手脚，整整戏弄了我12年。在洛神图右边偏下的位置呢，有2个老人在下棋，他们棋盘上的棋局就是这幅图。然后我跟许正清用偏光笔照射了一下这个棋局，发现了多出来的8颗隐藏的棋子，就是这个。
这8颗，我用蓝色标记了。当我看到这画上的棋局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了12年前，也就是我父亲出事的前1周，他逼着我让我记下了唯一的一副棋局。这副棋局和画上的棋局几乎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我爸要我记的棋局比画上的多了4颗棋子。就是这个。更奇怪的是，这4颗棋子，恰好就是偏光笔照出来的8颗中的4颗。我用红色标记出来了。你爸让你背的棋局，比偏光笔照出来的那个要少了4颗。没错，但又比原画上的棋局多了4颗。哎，表哥，那你什么时候发现那个庄小柏坑了你了？我在庄文杰被送到福利院之后，我又去了一趟庄家老宅，在那儿我发现庄小柏配置隐形药水的材料，当时我就明白了，为了不让我知道真正的秘密，他也在洛神图上加了4颗。我猜想的是，这4颗棋是很早以前有人点上去的，是为了记录一些重要的信息。而这张图上剩余的4颗棋，应该是12年前我父亲为了保护正确的信息，混淆许正清的判断，而故意添上去的。所以罗队，许正清就是想利用我，搞清楚哪几颗是先加的，哪几颗是后加的。这些棋子代表个什么呢？刚才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文杰，我觉得除了这个棋局，还有一样东西是许正清想要的，月神之泪。哈，你怎么想的？偷月神之泪的人是许正清的人，而且罗队你也跟我说过，月神之泪根本就没有被偷走，而是完好无损的物归原主了。这会不会和洛神一样？许正清想要的根本就不是月神本身，而是他背后的秘密，而且很有可能，他也已经知道了秘密。那这么说，你和老丁都被这姓庄的坑了呀？那老丁不错呀。你看啊，我们虽然了解暗流的流程，可毕竟不是暗流的人啊。你想想，要不是老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，从廖德同那里获得了这份名单，咱也没有办法替换到别的客人混进拍卖会。你更没法骗这孩子配合你啊！老丁和我们几个又不知道您最后的计划，他就是想顺手报个私仇，所以啊，这老丁啊，咱还是想法帮帮他。帮他？之前他自作主张，差点弄死了庄文杰，毁了我整个计划，我还没找他算账呢。你觉得他是因为仗义才不供出我来的？那是他以为他自己手里有一条人命，而这事儿只有我知道。
他杀了谁了？哎，这事儿呢，你就不要知道的太多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老丁还行啊，也不是什么一无是处。当时我急着灭口，差点把洛神的秘密和庄小白一起葬送江底。得亏他出狱之后给我提了个醒。当年咱们俩都被这小子耍了。可惜我太着急了，让这个秘密和他一起沉江了。只是不知道拿到月神之后，能不能反推出洛神背后的东西。刚才你说玄妙在这棋盘上，让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。动手前的那天晚上，我不是去了庄小白家吗？当时我进门，发现他儿子在棋盘上摆棋子。他发现我注意到他儿子，就赶紧让他离开。我当时还认为他不想儿子见到我，现在想一想，有没有可能，当年庄耀柏已经把秘密传给他儿子了？其实啊，我一直在舍近求远，根本没有必要冒风险去偷洛神图。老庄家的人一直以来都知道洛神图背后隐藏的关键信息是什么，而且是代代相传。庄耀柏也把这个信息传给了庄文杰。只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只传了棋局，没有传棋局的意义呢？是因为当年孩子太小吗？不过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成功的布了这个局。在月神之泪背后，我们确实发现了一组数字，但是始终都没人想得明白，这组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。就像你这个棋局一样。这月神跟洛神都是徐正清想要的，两者之间肯定有什么联系才对。是啊，月神、洛神这俩大神真够神的。相传他是春秋时期的宝玉打磨成的，之后又由宫廷大将改成了吊坠，后来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丢失的。哎，我想到了。我将背负所有一切谜底和上演，那些一语不发的人依旧难逃一劫，躲藏不进旧日的窗，避不开谎言。如何玄光被折射的光，是非曲折欲盖弥彰。黑白灰分不得世界，万物伴作正中间，徒留下一束束端倪，生生不息后湮灭。徘徊不见的分割线，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，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。黑白灰分不得世界，万物伴作正中间，
下一束束端倪，生生不息后湮灭。徘徊不见的分割线，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。不告而别的人，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。光坠落，停止不前，自如篡改的汽笛，钟摆低垂，指向灰暗的空间，从未怀疑世界善恶的边界。